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你可以参加。那你是一个早期风险投资人，不是吗？然后你上了富士通过 U30 榜单，就是非常厉害的。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风险投资是在什么行业的？我们主要做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主要是在如果说企业轮次里面，主要在天使和 Pre-A， 然后我们主要关注的领域是企业服务、消费零售、然后金融科技和传统改造这几个领域会关注的比较多一些。刚你做这个有几年了？我知道你是在伦敦读的书，对不对？然后就回国了。对对对。年轻人。对，我在 UCL 在伦敦 UCL 读书。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一般年轻人如果要是今天说我做一个风险投资人的话，你要有很敏锐的眼光，你要能观测到仅仅是说今天你这个商业模式是好用的，你可能10年之后这个商业模式还是要好用的，对吧？因为你投的很早很早。那像这可能通常都会我觉得会就是一个人如果有很多的这种创业经验呀，或者是做过很多年的投资呀，他可能会有这种商业的嗅觉。但是我觉得你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案例，就是我是大学出来了我就在做投资，对不对？对。怎么去判断这个企业好还是不好？对，然后首先就是我觉得风险投资包括在国内都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然后这个行业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的人，在目前就转到这个行业来，比如说有之前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然后转型来做投资，然后也有比如说互联网里面的这些产品经理啊，然后这些业务线上的人，然后转型做投资。然后还有一种就可能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就每种背景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优劣势，对，然后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就是毕业以后直接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的人来说，优势在于就是说，首先你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你没有任何的包袱，就是你是完全一张白纸的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的这个专业性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快的去提升。第二个是呢，你会对新鲜事物相对来说不会设很多的门槛，对，因为比如说相比于其他的可能一些，他可能因为他的之前的经历可能会有一些会演进他一些对事物的一些判断。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说，我们是一张白纸，我们对很多事情、很多新鲜事物都非常的好奇和敏锐。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相对来说作为一个毕业进入行业的人来说，相对来说年纪会更轻一些。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然后在工作上的投入和精力相对来说都会能够更专注一些。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对。你们的公司，你们的公司也特别年轻的，是2015年创立了，然后那个阿尔法公司是一家帮助那个创业者的天使投资自己，不是吗？是的。你们是多少人？然后你们选择这个投资的话，那个批准呢，可以介绍一下是什么样子的？那个首先我觉得我们是刚那个 Martina 那个提到，就是我们是一家非常新的一个早期基金，然后15年成立到现在，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3个特点，一个是说我们非常专注在早期，然后我们基本上主要就投天使和 Pre-A 这两个阶段的公司，基本上对于70%的我们的项目来说，我们都是它的第一个机构投资人。然后第二个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的特点是在于我们是一家产业资源相对非常丰富的一家早期机构，然后我们的这个投资团队里面大概有不到10人，对，然后那个其中比如说像我们的合伙人 Richard， 他之前在产业里面工作有超过20年，也带领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基金的出资人，也包括像 BAT 里面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 family office， 然后包括很多第一代成功创业的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家，他们的自己的钱，以及像那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钱，是我们的主要的出资人。所以这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帮助我们这个投后的 portfolio 有一些就是业务上的一种扶持和赋能。
对，第三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特点还有就是说那个我们是对于创业者非常友好的，因为公社这个词在这个英语里有点类似于像 community， 就是所以说其实我们跟创业者，我们希望跟创业者的关系更多是应该是平等，然后共同一起的。所以我们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不叫什么什么 Alpha 资本 Alpha Capital 或 Alpha Fund， 而叫 Alpha Startups， 就 Alpha 公社。意思说我们希望跟这些创始人更多的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环境共同发展，互相成就。然后所以说包括我们的这个名字，然后同时我们在北京有一个近1000平的这个场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working space， 然后我们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投后的 portfolio， 然后以及包括我们在跟我们这些项目去谈我们的交易条款 term 的时候，我们的 term 都是极度友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3大特点，一个是非常专注在早期，第二个是说产业资源丰富，第三个是说对于创业者极其友好。很多人就说这个就是投天使轮啊，投的是人，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要做一个创业公司，实际上我们就拿着一个 PPT， 我们就去融资，就一旦是冲进去的时候，就是这个行业就特别快。但是你怎么在这里大浪淘沙，把这个好的能够找出来？你找什么？理解。首先那个很多人都说，包括都说天使投资是门艺术嘛，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人这个因素非常的不 standard， 就是很非标。对，然后就是首先，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包括我们这个 in practice， 至少我认为就是在早期阶段，其实人还是占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的，至少在70%甚至以上。对，然后再回归到说问怎么去大浪淘沙去找到这些 founder， 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一个对于早期投资机构来说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互相竞争的一个门槛和竞争点。对，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 in practice 如何去更好的去找到就是这些项目，我觉得是首先就是说那个常规的这些方法我们都会做。第二个是说尽量去找到这些能够距离这些优秀的人更近的一些hub 或者是一些信息源。对，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们会去找很多这些 BAT 里面的这些很活跃的这些人，甚至高管。你们的公司你们的基金重点关注很多的领域，不是吗？是技术服务、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科技，还有那个区块链，这个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领域。你自己对什么领域感特别兴趣？我对产业数字化相对来说非常感兴趣，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目前可能看一些跟职业教育相关的行业，也会就是有一定的那个去做一些了解。对，然后产业数字化是觉得说，首先中国的这个产业在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上面，然后按照原有的这种完全依靠人口红利，依靠我们的这个low cost 的 labor， 其实这个已经不可持续了。对，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怎么样通过技术，通过信息化的方式去提升这个产业的这个效率，是一个我觉得对目前中国整一个这个产业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和同时也是一个机遇点。然后对，第二个是说关于职业教育也是，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就是中国的整一个这个产业包括制造链都在转型，这个过程中其实劳动力的这个低端劳动力很有可能就大多数可能会往比如说东南亚去迁移，然后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就是这些劳动力的人才往哪里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这一部分这个人群其实他的就业要发生新的一个挑战了。对，第二个是说这过程中其实在中国的话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业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去让不仅是现在新毕业出来的这些年轻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就业的条件，以及说原有的这一些可能因为低端制造业的这个移动而被那个市场淘汰出来的一些新的这些那个就原有的劳动力能找到新的一些归处。
我觉得这个延伸的是说，职业教育的机会也会很大。职业教育现在在国内跑出来的几条黑马是谁？职业教育的话，比如说，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去了解这个市场之前，我都不知道这里面有一家公司叫中公教育，然后中国的中，然后公是公平的公，对，中公教育，这是一个之前可能都没太听过的那个公司。他做什么？他帮助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去帮助他更好的去考国考，考公务员。就是他去训练这些，就是说希望以后进入那个当公务员的这些培训指导。然后这个公司应该在去年19届壳上市，现在的市场市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在1700亿左右，已经是中国可能前3的教育公司了。但之前就完全都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没有关注。1700亿的市值，现在，所以你都不能想象说帮助别人考国考这个市场在中国竟然能做到这么大，对。应该是我们这个培训费用也价格不菲吧？还有其他的黑马吗？是，然后这是一种，然后第二个还有比如说，叫中国东方教育，然后它旗下是有新东方烹饪学校，就教人做那个 cooking， 然后还有那个新华电脑学校就去去教别人修电脑，以及还有汽车维修，对，对，这一家公司也是跑得特别快。就是在职教育。它跟那个我们理解的，它跟我们理解的那个新东方不是一家新东方。然后，对，我们那个新东方在北京，然后它的这家新东方公司，就这个叫东方教育公司，它总部在安徽合肥。对，然后这家公司也很有意思，就是它更多的是教出这些偏技能类的就业，所以说很多这些烹饪学校出来的人，他就可能去了这些各大这个餐饮公司去当面点师啊，当厨师啊这些。刚你们公司目前已经投资超过大概30项目哈，包括国内的公司，比如说我看到了你们的项目，那个30项目包括白山云、新政新车、美嘉、Advanced AI 很多，但是大部分是在中国，在国内。你们也有去国外的计划吗？对，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投资有超过34个团队，然后那个马天亚对我们很了解，然后但是有少数团队是在国外的，比如说像 Advanced AI， 它是总部 base 在新加坡，然后它是一家去市场面向东南亚的一个公司，它主要是做东南亚的这个大数据征信和消费贷相关的业务，然后这家公司也是成长的速度非常快，目前我们投资完以后到现在大概不到4年的时间，已经估值到3亿美金了，然后是东南亚应该是这个领域应该成长速度和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之一。对，然后所以说我们也会去投一些海外的项目，但是我们都希望说这个项目能够 somehow 能够跟中国的这个 China market 有一些match， 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对这个项目有一些赋能和帮助。这样的话，从创始人角度来说，他拿一个中国的那个 GP 运营的一个基金，他拿这个钱才更 make sense。因为我们能对他有除了钱以外的更多的帮助，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然后所以说我们会少量的会投一些比如说base 在美国或者说在东南亚的项目，然后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刘刚，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讲到哈，就我们现在中国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咱们说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投资趋势，实际上是从 B to C 到 B to B 的这样的一个
题，就是你讲了我们投 B to B 的企业，就是你怎么去寻找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么多年，就是从淘宝时代开始，我们都知道这个 C 的企业是怎么样被投资，然后怎么去开发市场呀，它有一个逻辑的脉络。就是 To B 的企业里面，你找一个什么样的企业逻辑？你现在投哪些领域？理解。然后我觉得 To B 公司就企业服务类的公司，其实它最本质的是什么？是开源节流，就是它要么就是帮企业带来更多的 revenue 利润，要么就是帮企业去节省它的这个成本，就是 lower 它的 cost， 就是它的其实它。对，就是不管就是我觉得企业服务类的公司都逃不了这两个，然后那个再本质一些，我觉得就企业服务公司能成功，它的成功是源自于它成就它的客户，因为它的钱是从 B 端的这个客户里面拿到的，对，所以说再回归到怎么去投这个这个企业服务的领域，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个企业服务会分成几个块状的，比如说区间，比如说帮助企业管人的，那这里面就是跟 HR 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招聘，然后 payroll 薪酬体系相关的，然后比如说那个管钱的，那就是财务系统相关的一些东西，就帮助他更好的去，比如说那个管理他的财务，甚至比如说管理他的报销什么的，对，然后比如说还有管理他的客户的，因为客户其实对他来说是 revenue 嘛，所以你会看到说 CRM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o B 的一个领域，对，包括那个第四块，比如说管理他的这个IT 系统的，然后所以就是比如说帮助他更好的去运营它的快，然后对，然后所以说这过程中我们会考核说它到底就是说这个项目它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企业带来更多的收入，还是说帮助企业去节约更多成本。现在如果要是从宏观上来看，就是中国的整个的 To B 的这个科技的投资市场，你觉得要是做一个周期的话，在周期的什么位置？我觉得现在中国 To B 的市场在一个周期上面上坡的一个位置，然后因为我们机构是一个位置，对，在往上走的位置，因为其实我这个的感触很深，就是说那个就是基本上我们机构是从2015年开始成立的嘛，然后其实因为我们的合伙人像 Richard 还有很多就是其实他的 background 是干过很多 To B 的工，所以他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相对来说不那么火热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相对来说在那个时间点，其实主流的资本没有那么关注 To B。然后主流的这些优秀的人才也还在 To C 的这个战争中，对。然后基本上我能明显感觉到，从18年开始，18年的下旬开始，主流的这个 VC 和优秀的人才会往这个领域去涌，因为他们会发现说，To C 相对来说已经很拥挤了，流量红利已经消失了，流量已经非常贵了，然后 To C 基本上快撞的东西都被人做了，但相对于 To B 来说，中国其实还很不能说落后，就是说还很初期。但你其实看美国是吧？那就是像对呀、阿里啊，像我们的这种大系，他们现在在 To B 领域里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布局？能不能介绍一下？其实阿里和腾讯其实他们都现在就是在 To B 里面的这个投入和重视程度都非常高。比如说像那个那个阿里云其实是基本上是这个云市场里面，我觉得在国内如果说到江湖地位的话，是一超多强，阿里云就是那个超，基本上它的市场份额也很大。然后阿里在这方面的那个投入也非常多。然后腾讯话，我觉得是它在战略上面去处在一个，我个人觉得在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上面。它现在的话就是等于说它在这个就是在客户的这个补贴上面的力度会更大一些。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去把可能之前就是落后的这个成绩能够一步步的能够追上来。对，然后这个时候也是从我们去跟这些 To B 公司去讨论的时候，就是或去沟通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就是阿里云相对来说现在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
但同时它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然后产品的功能的完善程度也是最好的。然后腾讯它现在大力的在发展这个 to B 的这个事业线，它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个就是 to B 做成他们能够是一个水和电的一种角色。然后最后咱们做一个判断，中国最后的 to B 市场和 to C 市场，觉得哪个最大？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可能就是 to B to C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分秋色的一个市场 market share。但我觉得中国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在短期内肯定 to C 的市场还是会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基数足够大。对，但我觉得在比如说在可能更多年以后，可能这个 to B 的市场也会在一个就是平分秋色的一个阶段。刚我们在那个领英上认识你，然后你也是一个领英的人物，因为你入选了领英的那个2018年的榜单。你在日常的工作，你经常用领英吗？你觉得是很有用的吗？对，我是18年入选了领英的那个 LinkedIn Power 的那个榜单嘛，然后19年入选了领英的那个 Spotlight， 是个领英国内的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榜单。然后我是一个领英的这个重度 DAU， 我是他什么叫重度使用者。然后我通过领英主要是通过 DAU 是就是日活，就 daily 每天都会打开的这个用户。就 daily average user， 对，然后所以我应该是每天都会用领英，对，然后那个你是一个我在工作中会用，是领英的重度用户，对，然后我基本上通过领英是做2件事情吧，一个是说因为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 people business， 就是你需要跟很多人去打交道，其实领英会帮助你更好去做这个人的这个连接。第二个是说我在领英上也会去做很多的分享，更多是说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通过分享能够结识一些跟就是也有很有意思的人，同时我觉得就是分享的过程中也是反而去促进我去每天去努力的去做更多的这个信息的这个输入，更多的学习，然后去反向去让我push我自己，就是能够每天的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个思考和学习。对，然后对，第三的话就是说相对来说我希望通过领英更多的是说能够结识更多有意思的人。对，你刚讲到这个领英上面哈，我一直在关注你的信息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包括当中就是讲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创始公司啊，就是你会去研究他们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精神特质。就是他们和比如说像乔布斯啊和伊兰马斯克和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咱们讲讲，你觉得中国创始人和这些比较世界上经典的创始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共性？理解。我觉得从广义上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为什么做那个，是因为我觉得说，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相对来说人很重要嘛，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 practice 锻炼我对这个人的这个敏感程度和这个对人的判断。然后回归到说，觉得说中国的企业家和创始人跟比如说国外的这些企业家创始人，我觉得有什么区别？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什么？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在取势，怎么去取势，就是发现一个好的时间点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强的。然后但我觉得说那个国外的这个这些企业家，他在优术，就是怎么去管理，怎么去打造更好的产品上面，他是更强的。然后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他对机会很敏锐，然后他很会把握这些机会的时间点。对，因为这个大势来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就是这些能够跑出来的企业家都是踩准了这个点，包括雷军说那个只要在风口上面猪都能飞起来，其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中国企业家他对这个取势这个 timing 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像国外的话，其实国外的很多企业家
他的这个管理能力非常强，然后他更理论和体系化的去把这个公司从很小然后带到很大的一个过程中。对，然后这是我觉得一个中外企业家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对，那就是如果一个成功的企业，我们讲啊，他对时间和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的一种把握度，和他对企业管理和打磨最经典的产品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其实两者是必须要兼顾的。对，必须兼顾。是的，赞同。你如何去补这个短板呢？尤其是我们中国企业家，你怎么去把这个管理技能，还有就是他们对产品的一种打磨的这种坚持和这种恒久的这种信念，你怎么把它去冲到我们的这个企业家精神里面？理解，我觉得一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补充短板一般程度上比较好的，就比较快的方式或者常用的方式，就是去补一些能够跟能力象限契合的这些人加入你的团队，这是一种。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但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客观来说，在这方面来说，其实就是 average 能力会弱一些。就是中国，比如说在管理能力上面，非常厉害的公司其实屈指可数。比如说互联网里面，应该阿里的这个管理能力会非常强，包括它有这个政委体系。然后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公司里面，华为的其实它的公司的这个管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其实中国像比如说阿里和华为这个水平的公司，其实客观来说还是比较少。但为什么很多公司还能做得很大？我觉得还有一点得益于，我觉得中国是一个 big market， 中国市场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就是但同时刚回归到您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东西更好结合起来？我是觉得说，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新的一代的这个企业家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些影子，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去思考说，不光是说要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同时要把这个公司的管理要跟上，包括我觉得今日字节跳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个张一鸣之前在这个微博上面有发过一个我觉得非常虽然很短，但是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叫 develop company as a product， 就是说把一个公司当做一个产品来去发展。那说明其实他已经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这个治理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觉得新一代的这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年轻的企业家里面，其实他在这方面能力已经在不断的在往上走了。然后这是我的观察，就是包括科技公司也是。你觉得阿里的管理风格和华为的管理风格有什么区别？两个都是什么样子的？相对来说，就阿里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政委体系嘛，对吧？然后那个就是相对来说，这个 HR 在阿里的这个人才的管理里面存在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都会说，在这个跟阿里的人这个接触中，那个感觉那个阿里的 HR 很强势。对，然后说到那个华为的话，其实华为之前一定程度上他在之前的话，就是他把他的管理级很多程度上他是去学习了这个美国的这些优秀的公司 IBM。对，他请了大量的 IBM 的人去帮助他提升这个公司的管理能力，包括他也学习了美国这个西点军校，通过西点军校这些管理能力去帮助公司的这个发展。然后我觉得那个华为的这个任总，你能从很多他的这个采访中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他是非常愿意去通过这种就取各家的长板来就是弥补自己的短板这种方式。包括之前也各种那个场合也提到说，那个如果说除非不准我买比如说一些部分的零件，其实我更愿意是通过这种全球化的方式，让那个每个人更擅长的部分做更擅长的部分。中国的市场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是吗？我在瑞士，我们的人口非常少的，然后你们年轻人也特别多，那个创新是政府的一个重点，特别是那个两会之后，那个进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热烈，越来越热烈，不是吗？对，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对，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在北京、北上广深，我觉得这个
能感觉到人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同时能感觉到就是很多年轻的人其实也非常非常厉害。对，比如说我之前我们经常会带很多实习生嘛，其实通过这个能够感觉到，就是现在的年轻的新一代的这个人其实也都很厉害。你赌一下中国下一步的下一个爆发的一个领域啊？对，你觉得创新会出现？对，最有可能的领域是什么？我觉得最有可能领域的是帮助政府更好的去应对像这个新冠的 COVID-19 这种情况的这个科技的公司和领域。对，包括你看到这个疫情期间，这个从这个download 的这个数据来看，钉钉跑得特别特别快，然后包括还有像腾讯会议啊什么，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说能够印证说，其实在现在这个多变的情况下面，其实怎么样通过更多的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去帮助不管是企业和国家去应对这种比如说这个病毒和挑战，这一部分的这个需求是很强烈也以及非常刚性的。但我觉得未来的话，这细分领域会有创业公司的一些机会。因为那个大集团，我们在国外也认识阿里巴巴集团、万达、华为等，但是那个过程是特别长的，不是吗？因为建立这个领域需要很长时间。然后我觉得国外对中国的公司的那个态度还是不太好的，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应该。是的，因为大公司的这个创新还是客观来说会慢一些。我觉得这个更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是那从活力和这个灵活度来说，更多还是这个创业公司会更快一些。